嗨，大家好。右手边呢就是 SOHO 福星广场。现在呢我在重庆南路边上那条小路啊，叫合肥路。出来办事啊，把车呢就停在这个 SOHO， 然后呢顺着这条合肥路开始我今天在新天地附近的骑行。这边呢都是小时候就非常熟悉的地段啊。我的左手边的围墙里面呢，就是现在的交大医学院，以前的第二医学院。马路这边呢，就是一些以前的联排的房子啊，估计呢都会被保留下来，作为一种历史的建筑啊，都成了保护单位。前方呢就是重庆南路了。今天呢就打算啊，就在这个附近随意的骑一段，转悠一下。眼前的这条呢，就是成了南北高架的一条主路啊。这边呢有一个中国著名记者叫周韬奋的纪念馆，就在这个万宜坊里面啊。曾经到这边几次来参观过，坐落在一个弄堂的房子里面。现在呢，顺着这条重庆南路啊，由南朝北的骑行。斜对面啊，就是福星公园啊，以前那个法式公园的路口了。骑过了这条福星中路啊，继续顺着重庆南路向北骑行。右手边呢还保留着很多以前的老房子。最早呢，卢湾区这边啊是繁华地段，很早的时候呢是上海的法租界啊。现在卢湾区呢已经没有了，合并到了黄浦区。这边的马路呢，都是小时候啊走过无数次的街道。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啊，以前是卢湾区中心医院。小时候呢，没少到这边来看病。
骑过了这条新安路的小马路，前面那条大路呢就是淮海路啊。这边呢正好是南北高架的一个立交。比较遗憾的呢是，这条淮海路啊已经不能骑单车通过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绕到它后面长乐路那边继续今天的骑行。在这一片闹市区啊，还有相当大的一片建筑工地啊。不得已呢，又继续绕回到原来的路上啊。这条呢是太仓路，直行呢是淡水路啊，都是靠近淮海路和重庆南路边上的小街，非常幽静啊，有些海派，带有一些西式风味的街道。继续呢，顺着这条淡水路，这回呢是由北向南骑行。这个附近呢，现在已经属于上海啊房价最贵的区域之一了。主要呢还是因为有当年的这些文化的沉淀啊。现在走的这条路呢叫信业路，前面呢就是新天地了啊。看来这个街上呢都已经没有了自行车道，我们只能骑到上面来了。靠远。现在呢已经转到了马当路上。现在呢，经过至中路，继续在马当路上啊骑行一段。右侧呢是拆掉了一整片，变成了一些现代的商厦。但是我的右手边呢，
这些房子啊，虽然是老的房子，但是呢，我看见都写了一个拆字啊，估计可能不久也会要拆掉以后重建了啊。这里呢就是新天地站，现在叫一大会址新天地站，因为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呢就在这个附近开的。走着走着，你走回到老路了啊！刚刚呢，我就是把这个车停在 SOHO 复兴广场的地下停车场。等一会儿呢，我还是要到这边来拿车的，但是我先到其他地方去逛一逛，看看周围的风景，一会儿再回来。这个附近呢，以前有一个大韩民国的流亡政权的一个所在地。当年呢，就是因为抗日战争啊，韩国差不多亡国了，所以他的政府呢就流亡到了中国。这边呢又回到了合肥路啊。这边呢有一个香港恒基地产和旭辉开发的一个，现在是一个网红景点了啊，是 Roof。节假日呢，其实经常有人在这边拍照打卡，大概这么一个地方，那我们就不进去了啊。过了建国路呢，继续在马当路上面向南行驶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左手边呢有个很大的一个墨，这个呢应该是新加坡的凯德集团啊 Capital 开发的一个商业项目，它的名字呢叫卢湾，跟以前的卢湾区呢就是取了一个谐音啊。这也是我们每次到这边来，经常到里面来吃饭闲逛的地方。这片地方呢，已经是完全跟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那个模样啊，变得不一样了。我现在呢，继续去寻觅一下啊，我小时候居住过的环境，看看现在的一种状况啊。现在呢，我们穿过徐家汇路啊，这条东西的大干道，这条路很长啊。徐家汇路顾名思义呢，就一直通到徐家汇。
这里呢，就是我小时候啊生活的场景了。这条蒙自西路啊，以前大人都在这边买菜的地方。丽园路啊，非常熟悉的名字。现在我骑行这条路呢，叫蒙自路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以前上中学的所在地了啊。但是现在学校已经并到了其他学校去了。这边呢，还留有一些像右手边这边的老房子啊，其他的呢，都是一片新的区域了。只有这些蒙自路上的老房子啊，还是我们当年小时候就有的所谓的老公房。这里面呢，有我很多的儿时的玩伴，当然也有很多人呢都搬迁到了其他地方去了啊。虽然呢，我并不喜欢回味过往，因为过去呢已然过去啊。回味，甚至有些人还向往过去呢，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。但是既然来到了这个以前曾经生活过的旧的街区啊，还是会有些感慨。曾经的熟悉的环境啊，现在变得有些陌生了。但是呢，也因为天地变大了啊，所以呢，现在生活的空间呢，就早就不是局限在当年的这些地方了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，社会进步啊，还有个人的成长等等这些因素呢，就发现啊，世界呢已经变成了新的模样啊。所以呢，回味过往，不如呢面向未来，活在当下。现在呢，穿过中山南一路，上面这个立交桥呢，就是内环线啊。前方呢有一个地铁站，13号线的世博会博物馆站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当年的世博会啊，就在这边举行。一晃呢，已经过了整整12年了啊。这边呢，
当年啊是一片废墟，或者都是一些旧的工厂的所在地。我们当年几乎都不愿意来到这一片地方，但是现在呢，可以看见啊，这边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新区，不但建了很多的高级住宅楼，还有很多的商业的大厦。前面呢就是世博会的博物馆，这里离江边呢也比较近啊。江的对岸呢就是世博会的主场馆，这边呢是龙华东路。现在我穿过这条龙华东路啊，继续呢向黄浦江的江边骑行一下。右手边呢就是世博会博物馆了，当年呢也是一个主场馆之一啊。记得还带着孩子曾经到这边来参观过。当年的世博会啊，正好是炎热的时节举办的，带着孩子呢排了好长时间队，还记忆犹新啊。这就是世博会的博物馆，插着万国旗啊。边上呢都是一些宽大的建筑。前方还有一个乒乓球博物馆啊。这条马路呢叫菊门路，它是有来历的一条马路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呢以前叫江南造船厂，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呢就是制造局。当年清朝末年，还是李鸿章主政的时候呢，就开始仿照西方的工业啊，开始呢在中国也进行了一些产业的革命。就在这边呢设立了一个制造局，制造局的这个大门的门前条路呢叫菊门路啊。菊门路上呢有一个游泳馆，我小时候呢就在这个游泳馆学会了游泳。这边呢是应该有一个自行车道啊，在江边的。运动的时候是不能。
上方的这座桥呢，就是卢浦大桥。上海的这些主干道上啊，上面立交的桥梁啊，快速的马路都架到天上去了。完全想象不出来啊！以前这片地方是什么一个模样，现在呢，完全就是一些现代的大楼。虽然我并不完全喜欢这种新大楼啊，有太多的商业味道。不如以前的老房子的有人情味，但是呢，从景观上啊、方便程度，还有呢，推动这个城市发展来讲，肯定还是要以这样的高楼大厦啊为主。骑着呢，就忘记了时间啊，忘记了这个电池啊，它的容量有限。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呢，已经发现啊，摄像机已经停止了工作。同样啊，我也不知道它断在了哪里。那么我现在呢，换了一个电池啊，继续在思南路上面呢进行。前方呢就是淮海路了啊，相信呢这个淮海路啊，这条热闹的马路呢，应该是不让自行车骑行的啊。那我们就转到人行道上来骑一段。有一回呢，我已经给大家拍过一段。就是淮海中路啊，音乐学院门口的那一段。这条淮海路呢，非常的长啊，应该说是上海最优雅的马路，同时呢，也是一条商业畅旺的街道。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啊，经常到这边来光顾的地方。虽然那个时候穷的兜里啊1分钱都没有，但是呢，人可能有这种天性啊，总是喜欢逛逛店，看看那些新的东西，尤其对那些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呢感兴趣啊。对面这个叫光明村大酒家呢，是我们每次回到上海必来的地方啊。因为我的母亲她喜欢吃这边的一些上海菜，一些熟食啊，一些老味道，几乎每次来呢都是排队的人很多。那今天还好啊，上海每到过中秋的时候啊，就有一种月饼是这个地方特有的，叫鲜肉月饼，非常的美味。所以每到那个季节呢，那排队的人呢，可能要延绵100-200米。这里呢也是我们小时候啊
当年上海并不多见的，有几家大的食品厂啊，大的食品公司、食品店的马路。现在呢，这边都变成了新的商厦啊。早10点拍到晚上，为啥？这边呢就有很多的食品店。那像这里拍的。现在呢，我右转到一条小路，叫雁荡路。这条小路呢，淮海路边上的一条小路啊。这边的一些建筑呢，还保存得不错啊，基本上就是以前的那个样子。过了马路呢，就是复兴公园啊，但是呢，肯定是不让单车进的，所以我在这边呢就拐弯吧。这条小路叫南昌路。这边有个街心公园，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在这边啊。好像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啊，进行一种什么样的比赛。这个场景也是比较少见啊，确实反正有一种活力感，挺好玩的。好，我又回到了重庆南路啊。现在呢，准备去找我的家人，去拿我的汽车，我们再去找个地方吃饭。相当不错的一次骑行，骑着我都忘了时间啊！居然上一个电池已经用完，耗尽，我都浑然不知。
右手边呢就是复兴公园，是一个老牌的法国公园。现在呢要把它打开围墙，还公园于民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正在进行施工，估计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以新的面貌来跟大家见面了。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啊走路就可以走得到的一个公园。这个门呢据说还是保持着以前的样子啊，但是呢正在进行一个拆掉围墙的这么一个工程，相信呢拆掉围墙以后会更美啊。这边呢看来已经把围墙拆掉放了出来了，所以里边呢以后可以闲逛啊。刚才我看见有小孩骑着小孩的单车从里边出来，只是呢这条人行的小路啊稍稍有点窄了，所以我还是骑到骑行道上啊。打开后的公园呢，让那些绿色延伸到了街面啊，和对面保留下来的这些以前的旧式的房子呢，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互动。很美的一片老房子啊，在我的左手边。前方呢又回到了思南路啊，就是刚刚我骑行那段，也可能呢因为电池没电了啊，就没有拍到地方，所以呢我再去稍稍的骑一段啊，重走一段思南路，然后呢就结束我今天在重庆南路啊这一带的骑行。这边呢就是刚刚我骑过的思南路啊，左手边呢就是思南公馆。我的家人已经在催促我了，所以我就快快的通过这段路，尽快的和我家人会合。那今天呢，重温旧时光啊，重访老地方的骑行之旅呢，就到此结束吧。谢谢大家的跟随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在上海的骑行漫游呢，还将继续，希望大家继续跟随。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，敬请订阅，因为在我的前方还有很多上海的美景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。还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人，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